战一阳说道，只要你想超越你大姐，成为海城的女首富，我一定会倾尽所有满足你。你不怕我拿了你的钱，就把你一脚踹飞，让你人财两空。战一阳拉住他的一只手，信任地道，我相信你的人品，你不会那样做的。若你真的那样做，也是我的问题。怎么是你的问题了？因为我没有做到最好，未能让你全心全意的信任我，爱着我，愿意跟我过一辈子，才会踹飞我。所以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杜雨萌看着他半晌，忽然伸手捏了一下他的脸，没说话。看电影的时候，战一阳的关注都在他身上，都不知道电影讲什么内容，他就忙着给他投喂。电影结束，从电影院里出来，杜雨萌说我吃了一个晚上的零食，都吃撑了，会严重影响我睡眠，你陪我步行半个小时，消消食，再步行回来开车。好。战一阳是求之不得，他希望今晚一整晚都能陪在杜雨萌的身边，一直到深夜11点，杜雨萌才回家。他拒绝了战一阳送他，战一阳坚持要送他，他说他真送他的话，接下来的1个月他都不会搭理他。成功逼的战一阳放弃了送他回家。回到自己家里时，看到母亲还没有睡，杜雨萌走过去，叫了一声妈后，便在母亲的身边坐下，关心地问，这么晚了，妈还没有睡，是有事吗？没事，妈就是睡不着，你爸和钓友出去夜钓还没有回来，我在等他回来。杜父退休后闲得无聊，沉迷上钓鱼了，白天钓，晚上也钓，还认识了很多钓友。杜太太都管不了丈夫，只能要求丈夫夜钓的时候回家不能超过12点，白天则是只能钓半天。遇到节假日不许出去钓鱼，要陪他。我爸咋这么爱钓鱼了？杜雨萌知道父亲近来喜欢去钓鱼，没想到沉迷到这种地步，晚上都要出去。谁知道他以前还没有退休，遇到节假日，他也会出去钓鱼，我都跟着他出去过。那会儿还要打理公司的事，看不出他有多喜欢钓鱼。退休在家里，他忽然想起了钓鱼这件事，便重新投入，还沉迷上了。杜太太叹口气，只要他晚上12点就回来，他喜欢夜钓就夜钓了，天天在家里也是很无聊。妈还能约上朋友出门打牌、逛街购物、泡温泉。你爸不喜欢这些，他的朋友们很多都还没有退休，天天忙着，也没有人能够陪他玩。他要钓鱼就随他吧，反正退休了，时间充足，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还得是儿女有本事呀，很多他们的同龄人还在他们家的公司里坐镇，不能退休的呢。杜家现在当家的虽说是女儿们，但人家的女儿有本事呀，能撑得起杜氏集团，不需要老一辈再操心，他们能够安心的退休享受生活。海城上流社会不知道多少人羡慕杜父这些人呢。你今晚没有应酬，傍晚也提前下班了，跟战一阳约会去了吧？妈怎么知道的？杜雨萌大方地承认，随即又低叫一声，我忘了我的花束和珠宝，那是战一阳送给我的。说着，他当即起身走出去。杜太太失笑的道，他送的礼物你都落在车上，看来你对他的感情还不够深吗？杜雨萌已经走出主屋，没有回应母亲那句话。等他抱着花束，拿着那套珠宝回到屋里，杜太太又打趣了他一句，还逗他，你对战一阳的感情若是不深，可以随时分开的话，要不要考虑你向阳哥哥？咱们两家来往密切，关系好，你向姨又是妈几十年的老友了，她看着你长大，虽然她有点势利眼，这在咱们这个圈子里那是很常见的，但你有我们杜氏在背后撑腰，你自己又是个能力强的，文武双全，别人也欺负不到你。你若和向阳在一起，你向姨只会把你当成祖宗供着，对你会比对向阳更好。杜雨萌反问母亲一句，妈，你觉得向家好还是战家更好？这两家哪一家更适合我？我嫁给向阳哥幸福还是战一阳更幸福一点？杜太太顿时说不出话来，半晌她笑道，
妈那是逗你的，又不是真的叫你嫁向阳。向阳心不在你身上，你也不爱他。若真的只顾生意，强行联姻，只会毁了你们2个。你向姨的确比不得战家的太太，没有人家那样的雍容华贵，也没有人家那些手腕，更没有人家开明的思想。向家也无法和战家相提并论。真要说门当户对的话，向家与我们杜家差太远，并非真的门当户对，战家倒是与咱们门当户对，就是远了一点。不过只要你过得幸福，远一点就远一点。爸妈身体还好，还能坐飞机，想去看你随时都可以，你想回来也随时都可以。杜太太和向太太是几十年的闺蜜不假，她也是向阳的干爸，感情天秤，她是偏向向阳的，但她并没有迷糊，她清醒得很。事关闺女的幸福，那些友情、世交之情，都被杜太太抛之脑后，她只考虑女儿的幸福。选择与战家结亲还是向家结亲，她心里早就有了决定。战家的家风好，又与杜家门当户对，战家男人忠于婚姻及家庭，就是这些都超越大部分的豪门世家了。要知道，很多豪门千金都想嫁入战家，不图战家的富贵，而是图战家的有情郎。只是战家少爷们的人生大事都由他们的奶奶把关，老太太精明得很呢，不是他们想嫁就能嫁进去，得过了老太太那一关。杜太太才不会将女儿的机会拱手让人呢。向太太偏晚的时候也打过电话给她，话里有话的试探过2家结亲是不可能的了。向太太似乎也死了心，你若不气她了，就早点公开你们俩的关系，别让其他女人抢走了战一阳，你那个死对头。最近可是有意无意制造机会出现在战一阳的面前。战一阳眼里只有杜雨萌，没有留意到某位千金而已，但对方的目的是越来越明显的了，就是想横刀夺爱。提到自己的死对头黄丽，杜雨萌就一脸黑。黄丽是黄家的千金，黄家在海城豪门世家当中排行第5，虽然不如杜家，但相差不算很远。黄丽和杜雨萌曾经做过2年的同学，她最喜欢会对杜雨萌，样样都想比杜雨萌强，偏偏样样都不如杜雨萌，她便是杜雨萌为死对头。杜雨萌本来不想搭理她的，但她老是针对字，杜雨萌又不是圣人，也有脾气，便跟黄丽斗了，坐实了2个人是死对头的事实。如今2个人都在自己家里的公司上班，杜雨萌是从基层做起，凭着成绩和实力一步步爬上到副总裁之位。黄丽就没有他这么大的本事了，只在公司里挂了个闲职，又输给杜雨萌。战一阳第一次追求杜雨萌的时候，就引起了黄丽的注意。最初黄丽不知道战一阳的真正身份，但见战一阳俊美非凡，她还是嫉妒的。后来知道战一阳竟然是管城战家的4少爷，黄丽对杜雨萌的嫉妒就更深。不过那时候战一阳向杜雨萌摊了牌，说他无法爱上她。之后战一阳回了管城，杜雨萌追到管城去，得到那个答案后，回到海城继续当他的副总裁。为此黄丽还嘲笑了他几次，说他是杜家的2小姐又如何，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喜欢的男人，人家却不喜欢他，还说杜雨萌没用，遇到战一阳那么好的男人也拿不下来，说若是他的话，他早就拿下了战一阳，这个时候说不定已经嫁入有战家当4少奶奶。杜雨萌虽然懒得理他，可是黄丽在外面没少讽刺杜雨萌，那些讽刺的话是传的上流社会那个圈子人尽皆知的。2个人本来就是死对头，因此积怨更深。黄丽有一个稳定的男朋友，男方家底比黄家差很多，黄家还没有松口答应2个人的婚事。黄丽也不急，她想等男朋友功成名就了再结婚，其实是做着分手的心理准备了。谈恋爱谈了几年，早就没有了新鲜感，外面年轻帅气的男人越来越多，黄丽将目光投到其他男人身上，打算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男人后就和男朋友分手的。她觉得自己在感情方面比杜雨萌好，没想到战一阳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
又重新追求杜雨萌，这一次的追求是真心实意的，特别执着，不管杜家和杜雨萌是什么态度，战义阳都没有放弃。战义阳是战家的四少爷，战家是千亿豪门，比起家族只有几十亿家产的黄家来说，战家势势大象。黄家那几十亿家产还是黄历父亲四兄弟共同努力经营公司得来的财富，若是分家平均分配的话，黄历家里的财富就远远就不如杜家了，更比不上千亿豪门的战家。本来自己在感情上胜了杜雨萌一筹，如今杜雨萌又被战义阳追求，黄历那个嫉妒恨呀。他看到战义阳苦追杜雨萌未果，便想抢走战义阳，时不时就在战义阳身边出现。只是战义阳眼里心里只有他家萌萌，压根儿不知道黄历是谁，更没有留意到黄历时不时就在他的面前晃过。他没有留意到，杜家人可是留意到了。杜太太担心准女婿会被黄家抢走，不得不提醒一下女儿，你爱战义阳，战义阳也爱你。去年他说他无法爱上你，那是你用另一个身份进驻了他的心。事实上，他爱的人从头到尾都是你，不过是被你耍了一下而已。摊开来说，他也没有对不起你。在他知道他无法爱上你后，他回了管城。妈想他也不是逃避的，他应该是想冷静冷静，冷静过后他就会和你说清楚，不会浪费你的青春。只不过你去找他去得太快，后来他也跟你说了实话。萌萌呀，你和易阳都转这么一大圈，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你们两个人。咱们家也不是真的气他，无法接受他，爸妈心里早就认可他的了，你也别摆着架子了，公开接受他的追求，成为他的女朋友吧，免得被其他女人抢了去，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杜雨萌嘴硬地道，妈，能被抢走的不是真爱，他真的爱我，谁都抢不走他。话是这样说，可是情敌太多也麻烦呀，防不胜防的，万一被人算计了他责任心重，弱是他被其他女人算计了去，很难保证他不对对方负责任，娶了那个人的。萌萌呀，遇到一个自己喜欢又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好男人时，就要迅速的抓住，你不抓住他，让他流入了市场，真的是分分钟钟就会被人抢走。他们这些豪门世家喜欢联姻就是这样，谁家的儿孙优秀，会被有女儿的家庭早早看中，然后让两个孩子从小一起玩，一起长大，培养青梅竹马感情。他们这个圈子里的好男人好女孩根本不会流入市场。杜雨萌说道，我和他现在这样还不像是恋人吗？今晚他请我吃饭，我去了，他送我花，送我珠宝，我也收了，还和他一起去看了电影。大家约会不都是这样？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我和战义阳是恋人，这是我和他的感情事，我们俩心知肚明就行，不必公布出去，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等到我和他结婚办婚礼时，就所有人都知道了。他们办婚礼，媒体肯定会报道，海城就会人尽皆知。妈，战义阳不会爱上黄历的，他甚至都没有留意过黄历这个人，黄历各方面都不如我。有我这个珠玉在前，战义阳能看得上黄历才怪。黄历一直都是我的手下败将，他想和我抢战义阳，做梦。杜雨萌对自己是信心满满的，对战义阳同样也是信心满满，放心的很，不担心战义阳会被自己的死对头抢去。黄历敢算计战义阳吗？战义阳又岂是那么容易算计的？别看他在他面前笨笨的，好像智商和情商都不高的样子，那是他的外表骗人。他温文儒雅，给人的感觉就是温润如玉的翩翩公子，事实上他也有心狠手辣的一面。战奶奶培养出来的孙子，就算最温和也是笑面虎。虽说他抢不过你，但你还是要小心点。你们俩拉拉扯扯这么长时间，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也适合了。杜太太还是担心自家准女婿会被别人抢走。杜雨萌嗯了一声，妈，我知道了。他压根儿不担心黄历能抢走战义阳，若真能被抢走，就是他眼瞎了，爱错了人。妈，彤姐生了个儿子，
已经出院回家坐月子。杜雨萌换了个话题，将海童生了的事告诉了母亲。闻言，杜太太说道：“那过几天，我和你爸去一趟管城，送点礼品给战大少奶奶。两家以前是没有来往，现在战义阳正在狂追他家闺女，杜家也默认了战义阳这个姑爷。战义阳的大嫂生了，那是战家下一代的第一人，他们杜家派人过去看看，送上礼品是应该的，两家也就能正常来往走动走动了。这几天没有看到战义阳，他是回管城了吧？”杜太太问道。他大嫂生了，他就回去看看，也不跟我说一声，自己一个人就回去了。要是跟我说一声，我会跟着过去看看。我和童姐聊得来，撇开我和战义阳的关系，知道童姐生娃了，我也该过去看看。杜太太说道：“可以等满月再过去。海童是战家的大少奶奶，等到唐君业退下来，海童便是战家的当家太太了。自己的女儿以后是嫁入战家当四少奶奶的，提前跟当家太太搞好关系，以后嫁进去了，不用担心融不入那个家族。想到战家的少奶奶都是各地顶流千金，素质修养都很好，杜太太就觉得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女儿未来的妯娌不会欺负她的女儿，女儿本身也不是任人欺负的，她不需要担心太多。满月的时候我肯定会过去的，妈。你和我爸过去的时候，多买点营养品送给童姐，哪怕她不缺，我们送的是我们的心意。杜太太说道：“这个妈知道，放心，妈会办得妥妥当当的。她也能趁机和未来的亲家相处，交流一下两个孩子结婚以后怎么过日子的事，提前有个准备。”杜雨萌打了个呵欠：“妈，我困了，先上楼休息，你也别等太久了，我爸又不是小孩子。”杜太太看看时间，说道：“你爸应该快回来了吧？”这个时候，外面传来了汽车的声响。杜太太马上起身，对女儿说道：“是你爸回来了，我出去看看他今晚的收获，明天给你包鱼片粥吃。”他欢喜地出屋去。杜雨萌笑了笑，没有等父母进屋，独自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嘟嘟，杜雨萌的手机响了，收到新的微信信息，是战义阳发给他的。他不着急查看信息，先将花束放好，又将珠宝收入他的珠宝库里，这才回到沙发前坐下，慢悠悠地查看战义阳发来的信息。他以为战义阳是问他到家了没有，打开信息一看，战义阳发来的却是几张相片，是他拍的是几个礼物盒，礼物是送给战义阳的，但署名并不是杜雨萌，而是一个叫黄丽的人。战四少爷都不知道黄丽是何方神圣，海城的各大豪门，他知道也去摸过底，但他只摸了那些豪门的底。对于那些豪门里有多少千金，名草有主的战四少还真没有去关注过，故而他不知道黄丽是皇家的千金。他告诉杜雨萌，礼物盒被他扔在外面的垃圾桶了，因为他新买的房子是富人区，能出入那里的人非富即贵。他便猜测对方是豪门千金，向杜雨萌求证一下。他家萌萌比他更清楚海城上流社会的那些千金小姐。杜雨萌没想到黄丽这么快就对战义阳发起了进攻，都开始送礼物了。他打电话给战义阳，战义阳一接电话就说：“雨萌，这个黄丽是不是皇家的千金？我见都没有见过她，她给我送些东西什么意思？不管她是谁，我都扔了。我这里除了你送的礼物，其他女性的礼物都别想留下，我会全都扔进垃圾桶里。当她战义阳是什么了？什么垃圾都往她这里送，她又不是垃圾回收站。”战四少这样问杜雨萌，一是真心不知道黄丽的身份，二是想让杜雨萌紧张一下，早点答应成为他的女朋友。他也是有情敌的人，我们海城姓黄的有钱人还挺多的，不过能在你那里买得起大别墅，自由出入那里的黄姓有钱人，还真的只有黄丽家了。他家里的财富也有好几十个亿，他还是我的同学，更是我的死对头。
老喜欢和我作对，喜欢和我比，偏偏样样不如我，总是输给我，如今居然还想和我抢男人了。杜雨萌说完后，故意打趣战一阳：“你有爱慕者追上门来，艳福不浅呀，怎么不打开礼物盒看看是什么东西？说不定是你喜欢的礼物呢。”雨萌，我只爱你一人，眼里也只有你一个。那姓黄姓黑的我都不认识，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我感觉我被玷污了，你还在打趣我，我受伤了。你得安慰我，补偿我，我天天请你吃饭，你都要答应我，这就是对我的补偿了。杜雨萌笑着道歉：“好好好，我不该打趣你，以后有空了，只要你请我吃饭，我都吃，行了吧？”黄丽最近都爱在你面前晃荡，制造每次和你偶遇，也当面和你打过招呼的，你真的一点印象没有？杜雨萌都知道黄丽偶遇过几次战一阳。战一阳老实的道：“我对他真没有印象，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他算哪根葱呀？我要对他有印象。每天和我打招呼的人多了去，我不可能都记得他们的。男性同胞的话，打过一次招呼，战一阳就能记住对方。女性嘛，对不起，他记不住，因为他压根就没有正眼瞧过那些女孩子，怎么能记得住他们？他是你的死对头，要不要我帮你出出气？针对他家雨萌，当他是死的吗？”杜雨萌笑道：“不用了，他在我这里没有占过便宜。改天他再在你面前晃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哪一个是他。”杜雨萌非但不生气，还很大方，要让战一阳知道黄丽长什么样。